么从那个男的回来，他手机里发信息，他说我要给你生2个宝宝。我看那个信息，我当时我就气了，抓着我就打。那个手机里面，他说我跟你过来，他说我到你那还给他生2个宝宝，手机里发的信息，不是啊？结婚照那个吗？不是，另外一个贵州的。又是一个，不是这个，那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不是，就是他说这是第二个拍节目的是第二个。他说我跟那个男的住在一起，就是我刚跟老梁就说过的，我住的那个男人家是确实是不他回来承认的。我看那个信息我才打他的，他给他生宝宝。对你来讲，跟那个男的住在一起，都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，这个是一个女人要自重一点。画面中的这位男子就是杨先生，因为妻子与多人之间过分的行为，一气之下他动手对妻子就是一顿暴打。他与妻子王女士结婚也有10多年的时间，还有一个13岁的女儿。杨先生说他与妻子在浙江打工多年，并靠2人的辛苦打拼，还在浙江购买了一套房子，眼看生活越来越好。可是杨先生却感觉着，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妻子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此前不爱化妆的妻子突然变得浓妆艳抹，而不久后，妻子又借口回家看望父母，从此便消失了半个月的时间。到了后来，杨先生打电话要妻子回家，可妻子说什么也不愿意回来。紧接着，杨先生无意中在妻子的手机中发现，妻子竟然身披洁白的婚纱，与一名年轻的男子拍下了婚纱照，这让杨先生简直是怒不可遏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已经有家有孩子的王女士为何要与别人拍下婚纱照？而照片上那名男子又是谁？在王女士离家的这段时间里，他又去了哪里？在观看视频之前，还麻烦各位点个赞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其实在之前，杨先生就已经发现妻子有许多反常的地方，因为妻子在足浴店上班，所以杨先生不得不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。为了搞清妻子是不是背着他做出了出格的事情，杨先生便有了小心思，开始调查妻子究竟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。去找他的时候，第一天我看到一个人骑电瓶车，就是我老婆的电瓶车啊。跟一个不是个男的，是个女的，我可能是早上有雾，我看不清楚，跑过去了。第2次是个男的骑走了，晚上11点钟下班。第3次我就跟踪到他，他到另外一个足浴店去接，他说他去接一个男的下班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一直跟着他屁股后面走。大概走了一段路，过个小桥的时候，他回头，他一路走一路往回头望，骑电瓶车往回头望，他看见我跟不跟踪他，跟到那个桥这边的，他回来把我看到了啊，可能他精神有点那个，对吧？有点紧张啊，应该是他紧张，所以肯定紧张了。我就追到市政府，我把他们2个拦下来了，他去接一个男的下班。有没有这个事情？有。都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杨先生在连续的跟踪之后，终于发现妻子在下班之后，竟然去了另一家足浴店接一名年轻男子下班。然后那名男子驾驶妻子的电瓶车，而王女士则坐在后座上，亲密地搂住男子的腰，紧紧地靠在男子背上。一路上2人有说有笑去吃宵夜。看到这一幕，杨先生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了，他用电瓶车冲向对方，将2人的电瓶车撞翻。而随后那名男子的一句话更是激怒了杨先生。男子并不知道杨先生就是王女士的丈夫，他以为是杨先生交通肇事，于是便大声地斥责杨先生，称王女士是他女朋友还是个孕妇，出了问题要杨先生负责。这可把杨先生气坏了，自己作为丈夫都不知道妻子有身孕，而这名男子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杨先生再定睛一看，眼前的男子竟然就是妻子那张婚纱照中的那名男子。显然王女士已经犯下了男人所不能容忍的大错。气急败坏的杨先生不由分说，上前就对那名男子动了手。可让他恼怒的是，王女士竟然护着那名男子，到了后来甚至2个人一起来对付他。王女士告诉调解员，当时她只是在劝架，并没有帮谁。而对于那名男子，王女士解释道，男子是河南人，自己与他只是普通朋友关系。对于为何要与对方拍下婚纱照，王女士一下子变得支支吾吾起来。拍的照片，这个拍的照片是为什么会拍这个照片呢？跟他谈的时候，就是说他不知道的，就是说这个男的是不知道的，是不知道的。他什么叫不知道的？这他有老公。他不知道我有老公。不是你知不知道你有老公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没跟他讲清楚？我是有老公的人。原来这王女士在外面玩得够嗨，她隐瞒了自己的婚姻和有孩子的事实，那名男子实际上也被蒙在鼓里。看来这王女士还真有一套，同时欺骗了2个男人。这妻子犯下大错，即使被丈夫亲自抓住，可是她似乎没有一点愧疚和羞耻，反倒是显得理直气壮的。之所以背着丈夫在外面谈恋爱，她把这一切责任归咎于丈夫身上。因为在这段婚姻里，她过得并不幸福，10多年的时间里，2人几乎是争吵不断。当初她临产之前回到了娘家居住，
丈夫把生孩子的钱拿去打牌输得一干二净。那个时候两人经济条件并不宽裕，以至于后来生孩子的费用都是王女士向娘家人借的。而在生下孩子后，丈夫几乎没有在月子中管过自己，却是成天泡在棋牌室里。王女士说，由于她的工作性质特殊，为了留住回头客，难免会把联系方式留给客人。可丈夫看到她手机通讯录中的异性，就对她不断猜疑。王女士略显委屈地说，自己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上班，算是出污泥而不染了。因为平时客人约她去宵夜、唱歌、喝酒，自己都拒绝了的。尽管自己这样洁身自好，可是丈夫还是一直不信任她。王女士刚说完，就遭到了杨先生的反驳。杨先生说出的一件件事实，打得王女士的脸啪啪直响。杨先生说，事实上并非如妻子所说的那样，妻子手机上的异性很多，经常在手机上聊天聊到凌晨2、3点钟。妻子在认识那名河南的小鲜肉之前，还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贵州的男网友。在一次两人发生争吵后，王女士就搬到了这名网友那里去住了。王女士先是骗丈夫说一直住在酒店的，随后看到被丈夫发现了，又辩解道她的确住在那名男网友家里，但是并没住在一起，因为男网友家是个套房，她住的是另一间房间。这样的解释，杨先生显然是不相信的。一个有家庭的女人怎么可能如此随意的就住在异性家里？最为讽刺的是，还时时刻刻标榜自己是很有边界感的人。可她做出的一件件事情，却是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接受的。引起丈夫的怀疑不是她一手造成的吗？那还有什么觉得好冤枉的呢？在两人的婚姻中，杨先生比妻子大了13岁。在外面，有时杨先生会被误认为是王女士的父亲，在这一点上，杨先生是自卑的。而且在多年的生活中，妻子也渐渐感到与杨先生在沟通和观念上代沟越来越大，因此杨先生十分害怕失去妻子。这在王女士看来，却是丈夫不给她一点私人空间。丈夫名义上是接她下班，实则是为了看住她，这让她很压抑，也对丈夫很不满。于是便有了报复的心理，将道德观念抛在脑后，开始在外面为所欲为。尽管王女士接连爆出花边新闻，可为了孩子，杨先生还是愿意既往不咎。但是在王女士这头，却不大愿意与丈夫继续过下去。杨先生头戴绿帽，却是还愿意将婚姻维持下去。这样的妻子值不值得原谅呢？欢迎大家发表你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